欢迎来到一群养师，给生活加点营养。吃完尾牙，过完农历年，才真正感觉到要进入新的一年冲刺了。那新的一年，你定下什么目标呢？在全力朝着目标冲刺的时候啊，健康的身体是必不可少的。那这个影片啊，帮大家整理了10个新年开始可以培养的健康小习惯，让你的健康加分。第一点，吃东西的时候不再只看热量。在挑选食物的时候啊，你有没有过这种经验？拿着2种不同的食物，不知道要选哪一种，是要选自己喜欢吃的呢，还是要选热量低的呢？那控制热量啊，绝对是减重的不二法门。可是只注意饮食的热量啊，反而会忽略身体所需要的营养素，让身体的代谢变差哦。吃东西啊，不仅仅是要看热量多少，更要注意食物所提供的营养价值。举例来说啊，一个400大卡的面包跟一碗600大卡的时蔬鸡肉意大利面，虽然时蔬鸡肉意大利面啊多了200大卡，但是多了蔬菜的维生素、矿物质、膳食纤维，还有鸡肉的蛋白质，不仅可以提供身体更多元的营养，也可以帮助身体各个系统的健康跟正常运作。那除此之外啊，有纤维啊、蛋白质、油脂这样更丰富的搭配啊，吃进去之后啊，血糖波动才不会太剧烈，也可以让我们更有饱足感，反而不容易因为肚子饿而乱找东西吃哦。那第二点，不要再不吃淀粉减重。不吃淀粉啊，是大多数人在减重的时候会使用的一个方式。那碳水化合物啊，确实是饮食中的主要热量来源，占了一天的热量至少50%。不过也正因为如此啊，碳水化合物提供的热量也提供了整体用餐的饱足感。一碗饭啊，280大卡，减重的时候啊，少吃了这一碗饭，虽然减少了将近300大卡，可是在用餐的时候啊，可能会吃更多的肉啊、鱼啊、蔬菜、水果等等其他类别的食物来提供饱足感。可是除了健康清炒的蔬菜之外啊，肉跟鱼的热量并没有想象中那么低哦。像是半掌心的肉跟鱼啊，就有75大卡，而且如果油花多的肉啊，热量更高。所以常常会看到啊，不吃淀粉而吃大量的肉减肥的人啊，坏胆固醇就容易超标。那此外啊，如果不吃淀粉反而吃很大量水果的人啊，就容易有血糖跟三酸甘油脂过高的问题。那反过来说啊，减重的时候吃淀粉有什么好处呢？减重的时候啊，吃适量的淀粉可以提供我们充足的热量跟饱足感，可以维持我们的日常生活跟运动的活力。那再来啊，淀粉也具有保护蛋白质的作用，让吃进去的蛋白质啊，可以在身体里面好好发挥它修补组织跟长肌肉的功用。而且碳水化合物啊，也是膳食纤维很重要的一个来源，像是糙米啊、燕麦啊、全谷杂粮里面都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，能够促进消化、预防便秘，让肠道更健康。所以减重的时候啊，当然要吃淀粉，把握几个原则就可以健康享受的吃淀粉。第一个，避免吃过度加工的精致淀粉，像是面包啊、糕点啊、白面条等等。那第二个，避免吃高油烹调的淀粉，像是炒饭、炒面啊、炸甜不辣啊、薯条啊、羹类等等。那第三个，吃圆形跟粗糙的淀粉，像是燕麦啊、地瓜、南瓜、玉米啊、黑米饭、糙米饭、红豆、绿豆等等。那最后啊，当然是要控制分量咯，选择了好的淀粉，然后加上控制分量，那淀粉就可以妥妥的吃。第3点，顾好肠道，养好菌。肠道好不好啊，影响着全身的健康。有一句话说，肠道是人体的第2个大脑，这是因为啊，肠道跟大脑之间会交互的影响，称之为肠脑轴。肠道菌丛健康啊，会交互影响大脑的神经健康，还有全身的免疫系统跟内分泌系统的健康。那不止如此哦，除了肠脑轴之外，研究还发现肠心轴啊、肠肝轴啊、肠肺轴等等。所以把肠道顾好啊，对全身的身体健康有非常多的好处。那要怎么顾好肠道、养好菌呢？从3大方面做起。第一个，饮食，吃多样化跟富含膳食纤维的饮食，包括蔬菜、水果、全谷杂粮、坚果、种子类等等，这样有助于维持肠道菌的多样性。那避免过多糖分跟加工食品的摄取，优先选择天然健康的食物，可以帮助好菌生长。还要适时补充益生菌跟益生元，因为肠道中的好菌坏菌啊会自然的消长，因此适时补充一些益生菌啊，可以让肠道中的好菌更壮大。那第2个养好肠道的方式是运动。运动可以帮助促进我们肠道菌丛的多样性跟丰富度。那第3个养好肠道的方法就是舒压。长期的压力啊，可能会影响到肠道的菌群，因此把压力管理好也是很重要的哦。
那第4点，吃需要咀嚼比较多次的食物，每一口咀嚼30下，对这句话应该不陌生吧？多次咀嚼啊，对健康也有很多的好处哦，可以让食物切得更小块，有利于消化跟营养的吸收，还有减少肠道的负担。那也因为咀嚼比较多次啊，所以吃东西的速度会放慢。那在这之间啊，大脑就会释放饱足感的讯号，因此可以帮助控制食量跟食欲。那此外呢，咀嚼的过程啊，也会刺激脑部的活动，还可以帮助提高注意力跟思考的敏捷度哦。那怎么样选择需要咀嚼比较多次的食物呢？纤维多多的，不过度加工的，还有没有炖煮的太烂的就是了。像是吃多一点的蔬菜，吃糙米饭，还有面条跟粥不要煮的太烂等等，还有直接吃水果，不要打成果汁，这些方式啊，都可以让我们多多咀嚼，充分品尝食物哦。第5点，吃好油不要不吃油，油脂热量高，吃多了怕胖又怕胆固醇高。可是完全不吃油脂啊，反而会带来坏处哦。比方说像是脂溶性的维生素吸收不良啊，还有皮肤问题、免疫功能下降、脑神经系统受损跟内分泌失调等等。身体要维持细胞功能结构啊，跟正常的免疫功能跟内分泌等等，需要好的油脂来帮忙。适量的好油啊，可以帮我们身体抗发炎、保护心血管跟促进大脑健康。我们真正应该避开的油脂啊，是饱和脂肪酸跟反式脂肪酸，像是鸡皮啊、五花肉啊、油炸食物或是糕点类等等。那建议啊，可以常常吃含有多元不饱和脂肪酸跟单元不饱和脂肪酸的食物，像是坚果种子啊、酪梨啊、亚麻籽油、橄榄油或是高油脂鱼类等等。第6点，餐餐记得找菜吃。你知道自己一天吃的蔬菜量吗？如果没有特别注意，或是因为忙碌而快速打发一餐，在3餐之中啊，没有吃到蔬菜的人大有人在。现在的人啊，生活紧凑，早餐啊大部分是买了就走，比较不容易吃到蔬菜，可以选择像是有生菜的吐司啊，或是汉堡等等，或是另外搭一份生菜沙拉。那我晚餐要吃到蔬菜就比较容易了，像是自助餐啊、便当啊、面店烫青菜、火锅店等等都可以吃到蔬菜。养成餐餐找蔬菜吃的习惯啊，对减重啊、控制血糖、血脂以及养好肠道都很有帮助哦。第7点，吃饭时练习不要陪手机。你有多久没专心品尝一口饭菜了呢？新的一年，试试看吃饭的时候不要陪手机吧，专注于用餐当下，远离大量资讯跟社交媒体的刺激，能够帮助舒压及减少焦虑感。除此之外啊，专心吃饭有助于促进咀嚼跟消化，察觉饱足感，避免过量进食。那下一餐开始，试着专心享用你的美味餐点吧。第8点，不要等到口渴才喝水。在忙碌的日常里啊，我们常常会忘记一件很简单却很重要的事情，就是要定时喝水。往往是等到口渴的时候才咕噜咕噜灌一大杯。当你感觉到口渴的时候啊，就是大脑已经感知到身体有轻微缺水的状态了，并且开始透过一连串的调节，包括释放减少排尿的荷尔蒙，还有发送口渴讯号，让你主动去找水喝，来满足身体的水分需求。所以啊，不要等到口渴的时候才喝水，每1小时或是每2个小时定时喝1杯水，维持身体的水分平衡。定时喝水啊，可以帮助身体维持良好代谢、吸收营养，还有帮助废物的排出。此外啊，可以提升注意力跟警觉性，思考速度加快，帮你应对每天的各种挑战哦。第9点，学会看营养标示。一个小小的营养标示啊，可以告诉我们很多讯息。营养标示啊，告诉我们的第一个讯息是这个食品中的热量跟分量，对减重或是在控制饮食的人很有帮助。不过看营养标示不只是有看热量跟分量而已哦，里面所标示的蛋白质、脂肪、碳水化合物、纤维等等，这些可以让我们了解这个食品的营养价值。再来，我们可以看看糖量跟钠量，避免过度的摄取。含钠量太高的食品啊，往往很容易直接影响到我们的血压，因此下次购买包装好的食品之前啊，一定要记得先看看营养标示哦。第10点，吃各种颜色的蔬菜水果。回想一下，今天你所吃到的蔬菜水果是什么颜色的呢？如果你已经养成天天或是餐餐吃蔬菜的习惯啊，那不妨再更进阶注意一下颜色的搭配。5颜6色的蔬果啊，通常代表着不同的营养成分。蔬果里面的矿物质跟维生素啊，可以让我们维持生命；而彩虹蔬果里面的植化素啊，可以让我们活得更美丽。其实啊，要吃到彩虹蔬果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难。除了我们常吃到的白色、绿
色蔬菜之外啊，紫色茄子跟甜椒，还有红黄色彩椒、黑色的木耳或是菇类，也可以常常选择搭配。那此外啊，蔬菜吃不够就拿水果来凑，红紫色的莓果类跟橘色的橙类也都可以让我们吃出一天的彩虹光谱。那试着在一天的饮食当中发现这些美丽的颜色吧。那以上10点啊，有没有哪几点是你已经养成习惯的呢？欢迎留言跟我分享你是怎么做的哦。那最后再祝大家新年快乐，新的一年容光焕发。那希望这支影片有帮到你，记得分享给你需要的家人朋友，别忘了订阅给生活加营养。